在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，有这样一个国家，寒冷冬日依然生机勃勃的草原，大陆尽头，蔚蓝世界的深海来客。青天与赤地交融，全民的热爱在野蛮生长。历史和风尚相遇，陶醉的生活正在发酵。这里是粮仓，是肉库，是聚宝盆。这里是阿根廷，自然眷顾的地方。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人气餐厅，晚上10点，客人们还在排队等位。吸引他们的最大理由是牛肉。有餐必有肉，这是阿根廷的饮食习惯。在最巅峰时期，这个国家平均每年每人消费牛肉100公斤，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。这里是喜肉之人的梦想之地，街头巷尾都有牛肉的身影。大型节日以烤肉开始，家庭的每一次聚会也离不开肉。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是南美粮仓潘帕斯草原。阿根廷中东部60多万平方千米的辽阔，潘帕斯，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之一。这里气候温润，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，牧草茂密。全阿根廷80%的牛都生活在这片青绿之上。马库斯有1000多头牛，散布在潘帕斯草原的核心地带。和这里的大多数牧场主一样，他饲养的是2种安格斯牛。自从西班牙人把牛带到这片土地上，阿根廷不断从英国、荷兰、巴西引进品种。最后，这种体型小、肉质紧的牛种赢得了草原。在这里，每一头牛都有充足的私人空间。Fundamental acá es el campo, con los animales y aparte puedes tener más de una vaca por hectárea en estos campos. 马库斯的土地是租用的，平均20万人民币1公顷，远远贵于其他地方。但在他眼里，这仍是桩划算买卖。这里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，让他不用过于操心，只需要雇3个人就能打理好900多公顷的牧场。潘帕斯草原满足了牧场主，也成就了这个国家。19世纪末，畜牧业的大规模发展和出口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，让阿根廷成为全球第8大经济强国，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。即使现在畜牧业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有所下降，每年阿根廷牛的数量仍然有5300多万头，是总人口数的1.2倍。养牛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并不发生在牧场，每2个月，马库斯就会进一次种牛。宣传册上展示的是农展会评比出的优胜者，血统、体重、年龄等信息一应俱全。相中了哪头，马库斯就会通过专业公司购买它的精子，繁育更优化的品种。
早在1977年，阿根廷的畜牧业就开始了人工繁殖技术。到现在，全国10%的牛是通过人工受精或胚胎移植的方式进行培育。虽然比自然交配的成本高，但它增加了牛的产量，也让牧场主能更有选择地挑选优质种牛。阿根廷的牛肉为什么名扬天下？对于餐厅老板巴博罗来说，秘密不仅仅在于肥沃的草原之上。早上6点半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南市郊，有100多年历史的列涅尔斯活牛市场会准时开市。作为阿根廷最大的牛市场，每天有近1万头牛送抵此地，进行竞价拍卖。官方牛肉价格也在一声声吆喝中定了下来。今天的均价大约是3000人民币一头牛。但巴博罗不用参加这样的竞拍。作为1星期要使用3吨牛肉的老主顾，他只需要比其他人来得更早一些。Es un remate público. Nosotros llegamos antes y compramos antes de que vaya al remate público. 阿根廷人认为，没有什么方法比烧烤更适合烹饪牛肉。好的厨师了解食材的秉性。地球上宽度第1的伊瓜苏瀑布倾泻而下。在充满神秘和幻想的南美丛林里，印第安人发现了一种能消除疲劳的植物。他们把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的葫芦作为容器，将植物的树叶碾碎，汽水冲泡，这就是最早的马黛茶。它很快被人们接受，风靡阿根廷。每年4到8月，在马黛茶厂工作的劳尔会变得十分忙碌，加班成为常事。因为这正是收获马黛的季节。因为高温高湿、富含矿物的红色土壤，
工厂所在的米西奥内斯省是马代的主要产区之一。马代是一种冬青科的木本植物，可长至20米高。自从17世纪末大规模种植后，才将它矮化，便于收采。连枝带叶是马代的收割方法。用麻布包好的马代被迅速运往工厂，因为它必须在24小时内烘干，以避免氧化。火舌舔舐后的马代金中带绿，穿过机器的轰鸣，整叶变为碎片，等待着时间的洗礼。和其他南美国家不同，阿根廷的马代茶至少要贮存9个月，唯有这样，马代茶才能褪去青涩锋芒，留下更加醇厚的甘苦。在2016年，阿根廷的马代茶产量占全球的1半以上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代茶生产国。而这种趋势还在继续扩大。Aumentó mucho la producción también, pero hoy estamos en ese nivel de producción que tiene capacidad de aumentar un 25-30% más todavía. 把茶叶倒入杯中，摇晃混合，将茶堆成斜坡，插入带滤嘴的吸管，倒入少量80摄氏度的水，喝完再续。这是标准的马代茶喝法，但最经典的喝法是分享。如果留意，你会发现，阿根廷沿袭了当年印第安人的饮茶习惯。马代茶流转在情侣的亲昵间，在家人的爱中，在一天伊始的加油打气上，也在旅途中对同伴的信赖里。人们痴迷于马代茶，因为它带来振奋与分享。而另一种国民佐餐饮品，则在安第斯山脚下发生了命运的变化。卡法亚特市，即使不是周末，客人依然络绎不绝。等人们散去，酒庄的主人何塞习惯来到门口眺望一块。见证。19世纪下半叶，欧洲葡萄园根瘤蚜虫害肆虐，移民们带着葡萄品种和酿制技术来到阿根廷寻找出路。他们的选择不无道理：西北部远离海岸的高海拔地区，降水稀少，温差极大，为优质葡萄的生长提供了可能。在这里，原产于法国的马尔贝克葡萄大放异彩，成为明星葡萄品种。芳香可口的阿根廷白葡萄代表特隆琴也在此诞生。在这片天赐的福地上，何塞家族的葡萄酒事业也逐渐扩张。酒庄前的那块地更是因为土壤肥沃、靠近水源而丰收连年。直到20世纪70年代，情况急转直下。Hasta el año 1964, en que se dividieron, mi padre murió y bueno, el negocio había crecido, tenían bastantes propiedades, pero se fueron dividiendo por herencia.
但何塞并未改头他业。重整旗鼓，他决定把命运交还给土地，冒险放弃以产量为重的思维模式。然后他发现，事情总是福祸相依。曾令人头疼的大风阻止了菌类生长，更有利于葡萄吸收营养，提升品质。沙化的土地在引进滴灌技术后，可以更好地推行有机生产方式。几年的坚持，让他找到在困境中蕴藏的希望。新世界的创新精神在1995年绽放。那一年，何塞用新引进的丹纳葡萄酿制了一款高单宁含量、口感强劲的葡萄酒，一经推出，大受好评。也正是在90年代，人们酿制出无数令人无法抵挡的佳酿。阿根廷的葡萄酒开始出口，并最终走入人们的视野，在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有了自己的名字，成为全球第6大葡萄酒生产国、第10大葡萄酒出口国。现在，何塞家族的事业如愿地延续了下来。他常常感念，失去土地的过程阴差阳错地让他认识了品质的意义。也正是在与土地打交道的日日夜夜，激发出真正发自内心的珍惜与坚守。有人在大地上洒下汗水，期盼收获；有人则离开土地，忙碌在蔚蓝的牧场。东部的马德林港，海鲜产量全国第3。今天，一船红虾正在上岸。这是一种生长在南部较低温海域、带有天然红壳的虾。身长在15到18厘米之间，商业价值极高。2016年的出口额高达70亿元人民币。这并不是阿根廷唯一的海洋物产。南部海域的巴塔哥尼亚大陆架为海洋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。虽然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阿根廷渔业才迅速发展，但到2017年，海产品的出口总额已经超过140亿元人民币。发展并不意味着过度开发，在阿根廷，红虾的最大捕捞限量是1.2万吨。而已经捕捞上岸的产物，阿根廷人对他们最好的尊重，就是将他们最本真的味道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克制的索取，谨慎的保护，每一次与自然打交道，他们都满怀敬畏。人们甚至要用专门的仪式表达感激。湖湖一省，500年的时光早已匆匆流过，历史的拉力在这里十分顽强。印加帝国的传统仍然印刻在它的后裔中。帕查妈妈
是这场祭祀的名字，也是大地母亲的意思。人们从土地中收获，又将果实奉献给土地，感谢群山和大地的庇佑。人们确实得到了庇护，自然为这片干燥的高原刻下鬼斧神工，也孕育了土豆、玉米这样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粮食。同时，这里也是另一种特殊植物的故乡——藜麦，一种类似麦子的梨科植物，在安第斯山区有7000多年的种植历史，极为适应高海拔的冷凉气候，是传说中太阳神的礼物，也是印第安人的粮食之母。Para nosotros es considerado muy importante. ¿Sí? Acá se dice comúnmente que el que come quinoa es saludable siempre. 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，藜麦被先人们驯化，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粮食之后，变成各种美食风靡世界。这些小小的颗粒，蛋白质含量高达22%，可以与牛肉媲美。人们依靠它吸收营养，与贫瘠和饥饿做斗争。如今，祖先的记忆早已消散无踪，但他们创造的生机就留在一颗颗藜麦中。每一口的清香都蕴含着自然和祖先的馈赠。这变化多样的土地，融合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，又将包容与开放的基因注入阿根廷人的生命。文化、艺术、科技在不断碰撞，沟通着世界，也塑造着今日的阿根廷。